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，或者说要挑战的是凤梨酥。按照别人的方子，我试了几次，都失败了。经过仔细研究对比，总结经验教训，现在终于可以呈现给大家了。提醒您先点赞、订阅，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然后您再接着往下看。这个凤梨是按个卖的，我就挑了个最大的，大约是2530克。切凤梨各家都有各家的高招，最后只要把黑色的东西都去掉就可以了。凤梨如果比较生，会有那种涩口的感觉，就需要用盐水来泡一下。如果非常成熟，就不用盐水泡了。切成4瓣，然后把中间的硬芯儿切掉。这个硬芯儿也是可以吃的，只不过要单独加工一下。先要把它切成小块，然后放到料理机里，尽量打得越碎越好。果肉部分的加工有2种选择，一种是只切碎而不用机器打碎，留着稍长一点的纤维，吃起来略带韧性，口感比较好，但缺点是炒制的时间比较长。如果不追求那种劲道的口感，也可以用料理机打碎，这样可以减少很多炒制的时间。切好以后，把汁儿挤出来，当然不挤水也可以，味道当然是更好一些，只是在炒的过程中用的时间就更长了。挤出来的汁儿可以作为犒劳你自己的饮料，当然可以做成 Margarita， 味道绝对正宗。接下来炒就需要花功夫了。开始你可以用大火，水分少了以后改成中火。当炒到表面水分消失，加入40克黄油、100克糖和80克麦芽糖。这时候可以把火再调大一些。整个的炒制过程大约需要30分钟。当炒到整体能够粘成团儿，而且有一定的硬度才可以。如果太软，在包的时候就会难以操作，成品也会因为馅料膨胀而破裂。炒好以后，降温放凉备用。上面列的材料的配比可以说是成败的关键，不要轻易改动。黄油达到室内温度再打，也不用打发。加入40克糖粉，打匀以后，先加入1个鸡蛋黄，先翻拌一下，把容器表面的黄油聚到一起。打匀以后，再加入第2个鸡蛋黄。每次打的时间也就是20-30秒。接下来就可以完全手工搅拌了。加入50克奶粉、2克盐、200克低筋面粉。面粉不用过筛，一点问题没有。如果是按照我的比例，这时你不用担心面团会干。先用铲子使面粉和黄油充分混合，这时候就可以下手来揉了。这时的面团非常容易成型，手感也比较软。如果你的面团感觉很硬，就不对了。案板上铺上保鲜膜，把面团整理成一个相对整齐的长方形，密封好，放到冰箱冷藏半个小时。做馅儿最好称一下重，每个19克，一共做18个，揉成圆球备用。如果馅料比较多，就以面的量为准分个数。面团冷藏半个小时以后，应该是略有硬度，但不能太硬。面团总体称重以后除以18，先大致切出18份，然后每一块都称一下重量，每一份是27克。如果不足或多出，
可以随时调整。面团非常容易成型，即使切碎了再揉在一起也没问题。接下来就要开始检验你前期准备的情况了。不用擀面杖，在手心里直接把面团按成薄片。如果面团过凉或者过硬，这时候边缘开裂就会非常严重。我做的这个面团延展性就非常好，这样包馅的时候皮就不容易破裂。这一步放在手心里，关键是底不能破，上面开口的地方要捏实。馅料完全包裹好以后，放在手心里揉一揉就好了。我试验的几次，多数问题都是出在这个时候。面团的配比不好，非常干，馅料很难包上。即使勉强包上，烤的时候也会出现很多裂口。有2次我是包了第1个，就没有信心再包第2个了。最后美女改张飞，干脆把面团做成饼干了。接下来往模具里放，也是一个挑战，也是在检验你的面团到底和得好不好。不过一般的小裂口，你可以通过手或者是小工具来调整一下，特别是边缘按不到的地方。有专业工具当然没问题，如果没有，就用这种小铲直接按一下就可以。突然想到，很多人家里边不可能有模具，我也有办法。轻轻压成圆饼，这可不是专业工具，只是一个滤网。你也可以用刀，不过一定没有我这个好。刚才用了蛋黄，您还有蛋清，正好现在用上。烤箱提前预热，先烤15分钟。15分钟以后拿出来翻面。没用模具的小饼就不用翻面了，再刷一遍蛋清，用相同的温度再烤10分钟。终于大功告成，不过放1天再吃效果会更好，比新烤出来的更加滋润，甚至小的裂口都收缩不见了。外面买的吃起来总感觉不够新鲜，自己做的味道绝了。你要不要试一试？临走前别忘了点赞订阅。这里是上师厨房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